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剩女也会有奇迹的故事。女孩黄豆生在一个看脸的时代，只要过了16岁没有嫁出去的女孩，就会被认为是怨女。在每个女孩的心里，一场完美的婚姻就是最大的奇迹。可奇迹之所以被叫做奇迹，那就是因为难以出现。但尽管如此，黄豆还是会抱着遇上奇迹的想法，在这个挑剔的时代坚持着。因为脸上有雀斑，身材也一般，男生见到黄豆都会被吓到，就连村子里的孩子见到她都会朝她扔东西，对她大喊道：“丑陋的怨女！”但黄豆其实是一个可爱而且有才的姑娘，她喜欢看书和画画，母亲却对此很不满，责怪她只知道躲在房间，不去相亲。郁闷的黄豆在晚上找到了2个好朋友春香和沈清。春香家里是开怡红院的，她长得漂亮，也很会打扮，追求她的男生络绎不绝，可这也使得她过于挑剔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都还未成婚。沈清长得很是清秀，可家境清贫的她对自己的婚姻也无能为力。3个怨女总是聚在一起偷红薯和闷酒，为了这个时代的怨女干杯。春香拿出了一双昂贵的绣花鞋，说是一个追求她的客人送的。紧接着她又说自己要结婚了，不是和送鞋的客人，而是和一个年轻的富二代。听到春香要结婚，姐妹们都很惊讶。春香这时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他们，选男人不用太挑剔，有马有钱还有房就可以了。这些条件对春香来说不算什么，可对沈清和黄豆来说却十分困难。于是春香带着他们来到了相亲圣地大秋千，女孩们站到秋千上展示自己，男人们有相中的便会拜托自家下人送去小纸条，所以女孩们都必须在秋千上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可轮到黄豆的时候，她却因为太开心了，一直咧嘴大笑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相亲。本以为相亲就此失败了，却在离开的时候被一个下人叫住。下人是来给春香送纸条的，以为黄豆和沈清是春香的侍女，便把纸条交给了他们。看到纸条的沈清提议让黄豆去赴约，反正春香也快要结婚了，还不如把机会让给姐妹。可刚从秋千下来的春香却告诉他们，富二代的家倒闭了，他俩也掰了。春香有了新目标，那就是新上任的县长。听说县长一上任就把长得丑的下人都赶走了，是一个完美的外貌主义者，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。聊着聊着的几人忘记了纸条一事，当黄豆把纸条拿出来的时候，春香还以为是黄豆收到的，二话不说就帮她化妆打扮，还为她准备了透明衬衣，只要穿上，所有男人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在打扮完后，黄豆出门了，为了搭配漂亮衣服，黄豆偷偷穿走了春香的绣花鞋。等她来到纸条上的地点时，却发现邀约的人竟是县长。一想到他是完美的外貌主义者，黄豆便不敢靠近，可县长还是发现了他，黄豆只好赶紧逃跑。可跑着跑着，绣花鞋掉了，眼看着县长要追上来了，黄豆捡起绣花鞋就扔到了县长的脑袋上。黄豆的第一次相亲以失败告终，他将整件事告诉了沈清。其实看到县长的第一眼，黄豆就动心了，只是不自信让他不敢去追求爱情。他自怨自艾地认为县长还是和春香更为合适，要是他看到满脸雀斑的自己，一定会被吓跑。就在黄豆抱怨的时候，县长正拿着绣花鞋在满大街上找主人。有人认出了这是春香的鞋，于是县长去到了春香的家，可他并未见到春香，却是被一群别有用心的下属灌醉。来还绣花鞋的黄豆刚好看到了喝醉的县长，于是将他血救了出来，细心地照顾他，直到他醒来。可他还是害怕面对县长，于是戴上了面具。酒醒后的县长和他聊了许多，还跟他一起去偷红薯，牵着手逃跑，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。县长认出了黄豆就是昨晚来赴约的女孩，可他却错把黄豆当成了春香，并邀约他满月时秋千处再见。黄豆已经爱上了县长，可他不知道县长是否能接受面具下的自己，这让黄豆很是苦恼。于是他来到了整形院，可医生看到黄豆却表示难啊，像黄豆这样的需要弄全脸，价格也非常昂贵。黄豆想着放弃吧，可沈清却拉着他来到一个卖假药的地方。沈清的父亲在这里当托，可以快速挣到钱，可黄豆无法为了自己的幸福去欺骗他人，他宁愿坦白一切。晚上，黄豆来到了春香的家，本想着坦白一切，可却看到的是春香和沈清打了起来。原来春香看到了富二代和沈清说话，误会他一直假装清纯待在自己的身边，实际上是想抢自己的男友。被误会了的沈清非常气愤，干脆说自己就是和富二代好上了，还说春香的绣花鞋也是自己偷的。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。在一旁的黄豆想要劝架却失败了，他只好大吼道：就在黄豆要说出县长名字的时候，春香却打断了他。
他说自己已经怀上了富二代的孩子，其实他很喜欢富二代，可母亲却嫌弃富二代破产了，不让他嫁。看着难过的春香，黄豆的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其实富二代找沈清只是让他转告春香，自己要去考科举，让春香一定要等自己。沈清没有想到春香误会了自己，所以没有解释。他也在这时劝诫黄豆去赴约吧，无论做什么都要随心。于是黄豆在月圆夜来到了秋千处，县长给黄豆送上了一束鲜花，并对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黄豆没有拒绝，和县长在附近的木屋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黄豆趁着县长还没醒来，赶紧离开。可县长却在那之后贴出了告示，说自己要迎娶春香。看到告示的黄豆很是难过。在春香出嫁给县长的当天，沈清被父亲卖到了骗子集团。知道这一消息的黄豆赶紧过去救下了沈清，两人一路逃跑，却在半路遇上了春香出嫁的花轿。在一旁的下人突然认出了身后的骗子，原来在那天早上，黄豆离开前留下了骗子的画像和信息。看到画像的县长提醒手下多注意画像上的人，骗子们被捕了，姐妹三人也和好如初。春香知道告示上说的人并不是自己，而是黄豆，于是鼓励他去追求真爱。姐妹三人赶去了婚礼现场。这一次，黄豆扔掉了面具，勇敢地站在了县长面前，表示自己才是那个与他相爱的人。县长此时走了下来，对黄豆说道：其实自己一开始喜欢上的正是黄豆，只是因为虾仁送错了信件，所以县长误以为他的名字是春香。虽然黄豆不像鲜花一般美丽，却像一只蝴蝶般自由。县长喜欢的正是这样的她。黄豆终于是收获了奇迹，拥有了一段最完美的爱情。此时的她不再卑微躲避，知道了爱情也需要勇气和争取。以前的她总是抱怨浮世里没有人愿意去读懂自己，却忘了机会是要去寻找，喜欢也需要表达。其实幸福也没有那么难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看都看了。